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们好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做点不一样的事情。今天我想和你们一起做一个世界杯的趣味问答。是的，我不了解足球。我最后一次看世界杯是2014年，已经是12年前了。但是曾经我也是一个足球迷，曾经我看很多足球比赛，所以我在想，我能答对多少题呢？听众朋友，我邀请你一起来回答，或者你可以不回答，你只要看我，我可能会出丑，我可能会成为一个笑话，但是我希望我还是知道一些世界杯的历史、故事和过去的比赛结果的。希望今天的视频能够帮助你提高你的中文。准备好了吗？那我们就开始啦。第一个问题，噔噔噔噔，2022年世界杯的举办国是？举办国就是这世界杯在哪里发生，世界杯在哪里比，这个国家就是举办国。2022年，也就是上一届世界杯，举办国第一个选项是沙特阿拉伯，第二个选项是俄罗斯，第三个卡塔尔，第四个伊朗。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，对吧？应该没有什么疑问吧？卡塔尔。对了，好，下一题。2022年世界杯参赛球队的数量为？参赛球队数量就是说有多少支球队最后参加了世界杯，世界杯的正式比赛。一共有多少支球队参加了2022年世界杯呢？第一个选项是24，第二个32，第三个28，最后一个36。哎呀，其实我不太清楚。我只知道这一届2026年的世界杯，一共有48支球队，而且这是历史上最多的一次。上一届2022年，参赛球队的数量，我会说是32。诶，对了，这个是我猜中的，我其实不知道。好，下一题，世界杯历史上进球最多的球员是？谁进了最多的球？谁最多次把球踢进球门？第一个选项是克洛泽，德国的球员克洛泽。第二个选项是贝利，贝利是一个传奇，他是一个很伟大的球星。第三个选项是罗纳尔多，这是巴西的罗纳尔多。第四个选项是马拉多纳，
马拉多纳当然是阿根廷的传奇，阿根廷的伟大的球员。我认为不是贝利，也不是马拉多纳，是克洛泽或者罗纳尔多。我记得在2006年，克洛泽踢进了很多球，但是在历史上，我不确定，也许是罗纳尔多。哎呀，我错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德国队，对不起克洛泽。世界杯历史上，下一题，世界杯历史上获得冠军次数最多的国家是？第一个选项是德国，第二个选项是意大利，第三个乌拉圭，最后一个巴西。世界杯历史上哪个国家最多次获得冠军呢？他们赢了最多次。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。巴西一共拿过5个冠军，所以我们叫他们5星巴西。哎，对的。到目前为止，我错了1题，对吧？挺好的，比我想象的好。下面一题，第一届世界杯的冠军是？最开始的第一届世界杯冠军是哪一支球队呢？当时的第1名是哪个国家呢？第一个选项是阿根廷，第二个乌拉圭，第三个意大利，第四个德国。这个我真的知道，是乌拉圭。太好了。下一个问题，第1位连续5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是？第一个选项是贝利，第二个选项是贝肯鲍尔，德国的贝肯鲍尔。第三个选项是梅西，阿根廷的梅西。第四个选项是 C 罗。这个问题我要想一想。首先，我不觉得是贝利或者贝肯鲍尔。我觉得他们2个虽然都是很伟大的球员，但是他们没有连续5届参加世界杯。连续5届世界杯，要连续参加5届，就是16年，对吧？我觉得只有梅西和 C 罗参加了5届世界杯。我记得很清楚，梅西和 C 罗他们2个第1届世界杯都是2006年，所以，是谁呢？点到谁就是谁，梅西吧。哎呀，我错了，对不起 C 罗，原来 C 罗才是连续5届都进球的球员，非常厉害。好，下一个问题，2018年世界杯的冠军是？在2018年，谁拿了世界杯的冠军呢？第一个选项，比利时；第二个选项，克罗地亚；
第三个选项法国，第四个选项西班牙。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，是法国。比利时或者克罗地亚应该都没有拿过冠军吧？在历史上，我觉得比利时或者克罗地亚都没有拿过冠军。西班牙曾经在2010年拿过世界杯的冠军，2018年属于法国。好，下一个问题。中国男足世界杯的最好成绩是？中国男足、中国男子足球队在世界杯的最好成绩是什么呢？第一个选项，世界杯冠军。对，在我的梦里。第二个选项，世界杯8强。第三个选项，世界杯16强。最后一个选项，世界杯小组赛。最开始的比赛就是小组赛，对吧？毫无疑问是最后一个。最好成绩是小组赛。下一题，2026年世界杯的举办国是？第一个选项，美国、加拿大、墨西哥。第二个选项，沙特、希腊、埃及。第三个选项，西班牙、葡萄牙、乌克兰。最后一个选项，巴拉圭、智利、阿根廷。这个大家都知道，这也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，是美国、加拿大和墨西哥。哇，我们已经到最后一个问题了，第10个问题，请预测2022年世界杯的冠军。预测是什么意思？预测是说未来的事情，可是2022年世界杯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，我们不能预测，因为它的结果已经确定了。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太对，但是不管了，我们看一下这些选项吧。第一个选项是巴西，第二个选项是法国，第三个是英格兰，第四个是西班牙，第五个是阿根廷，最后是其他球队。我们知道是阿根廷，就在2022年，阿根廷夺得了世界杯的冠军。结束了。我们来看看我最后的成绩吧。8分，比我想的要好很多。我本来以为我只能拿4分，或者5分，或者更低，但是没想到我拿了8分。听众朋友，你有没有跟着我做这个趣味问答呢？如果你也回答了这些问题，那么你可以在评论区里告诉我，你答对了多少个问题？你的成绩比我好，还是比我差？你的分数比我高，还是比我低呢？你拿了几分？在下面评论告诉我吧，我很想知道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，希望它对你有所帮助，它能帮助你学中文。记住，在学中文的路上，你并不孤单。祝你今天也开心顺利，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